就是他，觉醒杂灵根就算了，连御剑飞行都不会。这么菜的人我还是头一回见。林峰，你杂灵根五行俱全，灵气亲和度不足常人30%，此生无望修行，下去吧。我叫林峰，这个世界百年难遇的极品杂灵根，世人都说我的灵根连普通人都不如。但他们却不知，我早在100年前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就已经能够轻松秒杀金丹期的强者。等爹回来，给你带好东西。凤儿乖，娘很快回来。林家小子，跟我走。每天挑满2缸仙泉水，劈柴100斤，管你3两灵骨，条件苦。但能活，你爹当年。秦老头，又捡什么破烂回来了？赵管事，这孩子我安排了，不劳你。就这瘦猴，今天测试那个五行废物，废物就该做废物的活，日落前填满，填不满当天口粮扣了。怎么，我紫霞峰的规矩还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我挑。哼。哟，废灵根。好，这灵骨饼不错啊，给爷爷尝尝。废灵根不配吃饭，走。看见没，连还手都不敢，明天还会来。没满，今天灵骨减半，1两半。哼，明天继续。拿着，你爹当年也是从杂役做起的，熬住，熬住。明天之前给我清干净，堆到后院去。正好缺个洗脸的家伙。眼花了，这水凉得舒服，比仙泉还清。不疼了，肩上那片伤淡了。照标又可口，就这点东西还是最末等的。上次放枕头底下被人摸走了，放盆里吧，好歹有个遮挡。什么味道？这灵气浓度，内门弟子吃的都未必有这么好。就是那只破盆，半斤变5斤，灰的变金的。冷静，冷静，再试一次。10倍，整整10倍。如果被任何人发现，我会死，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从今天起，每晚3颗，天亮前取出，分散藏，分散吃，绝不一次吃饱。爹，娘，老天没有完全抛弃我。40斤，不费力了。不能让人看出来。干活倒是利索了，既然有力气，明天多挑4趟，18趟，少1趟扣2。是，18趟就18趟，反正现在不缺粮。又来了，那股流动的感觉，不是血，比血更细更轻。书上说的经脉，我能感觉到它们。废灵根又怎样？有这只盆，我照样能修行。糟了！师姐，你闻到没有？今天这泉水，灵气浓度至少提升了30%。奇怪，蠢，太蠢了！以后绝不能再带出去。这水怎么回事？前天还好好的，
今天泡出来的茶都没味儿了。去找管事问问。仙子息怒，小的已经在查了。查了4天，查出什么了？这全脉之事，小的实在不懂。谁负责这条泉？回禀仙子，是杂役林峰。林峰，过来，苏婉仙子问你话。铜盆埋了，身上干净，咬死不认。回仙子，小的只是挑水，不曾。我问你做了什么，不是让你狡辩。不能还手，他是筑基期，一根手指就能捏死我。一个废灵根杂役竟敢污染泉水！住手！苏婉师妹，泉水变化未必与一个杂役有关。舒然师姐有何高见？没有高见，只是觉得为查明真相变动私刑，传出去不好听。若再出问题，这废物死定了。能动吗？多谢师姐。顾脉丹，拿去疗伤，往后小心些，别往他跟前凑。哟，舒然仙子赏你2粒丹药，分我1粒不过分吧？你一个杂役，吃1粒够了。明天照常干活，少1趟扣粮。苏婉、赵彪，记住了。不急着吃，留着，以后有用。铜盆碰仙泉，水质提升；铜盆离开，水质回落，因果太明显了。以后只能在屋里用，深夜关门，绝不带出去。起来，水缸空了，今天20趟。林峰，丹房缺个烧火的杂用，明天你去报道。是，别用那种眼神看我，这是惩罚，懂吗？丹房烧火1天12个时辰不能断，比挑水累10倍，去了就别想回来了。是。丹房有丹炉，有药材，有修行者日夜进出。赵彪，谢谢你的惩罚。赵彪送来的。是。干过什么？挑水、劈柴、扫院子。看见那堆炉渣没有？铲干净，完了去后院劈300斤炭，再完了去库房领研磨盘，把最底层那筐枯灵草磨成粉。等等，别碰值钱的东西，碎了你赔不起。丹炉、药鼎、灵火石，看都别多看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火口朝东南，进风量靠左侧铜片控制，先煮后服，每味药之间间隔3息。周管事说看都别多看，但他没说不能记。丹房是离修行最近的地方，我得留下来。吃吧，别用那种眼神。我叫陈默，跟你一样被罚来的。谁得罪的？赵彪。我得罪的是周管事。3个月前不小心打翻了他的茶壶，第2天就从外门课堂调到这儿铲渣。你什么灵根？五行。我3灵根，金木火，外门排上下等。灵根这东西决定修行速度，不决定上限。我在藏书阁看过一本古籍，上古时期有5行灵根的修士，照样修到化神期。真的？骗你干嘛？不过那人用了3000年。3000年，太久了，但能修到化神，这5个字够了。灵气从天地间吸入体内，沿经脉运转1周天，最终汇入丹田。丹田在脐下3寸。法术呢？法术的本质是用神识引导灵气，按特定轨迹释放。炼气期一共9层，每突破1层，经脉拓宽1分，能容纳的灵气就多1分。你自己都不够吃，你教我的那些东西，比100块灵饼值钱。多了。废了！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火灵草过量，药性失衡，炉温骤升。如果当时补1份寒水石，能不能盯住？我什么时候开始懂这些了？
裂纹没了。4文极品丹药，铜盆能强化丹药，灵骨只能果腹续命，丹药能直接推动修行。学炼丹知识，收集废弃丹药，用铜盆强化，服用突破，积累实力，离开紫霞峰。这条路我看清了，基础纳气方门粗浅得很，但能引气入体，记住了。陈墨哥，这7天内被会，然后烧掉，被人发现杂役私存功法，轻则杖责，重则逐出宗门。记住了。别废话，我就是看不惯你天天那么拼命，还什么都没有，欠我的以后再还。原来灵气是这样运行的。紫纹果的药性，温补，聚气丹主药，产于灵田，即高温炮制。寒水石呢？性寒，克制火灵草造性，研磨后入炉，用量不超过主药30%。火灵草与……等等，第23局写的不对。哪里？这里说紫纹果与寒水石相克，不能同炉。但我在3号丹房看过丹师的配方单，是同炉使用的，只是紫纹果要先入炉半刻钟。还有第31则，火灵草用量写的是3钱，但实际操作中丹师只用2钱半。现在的火灵草比10年前品种药性更烈。你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，这就是5行灵根的缺陷。动了，丹头里的灵气在动。怎么了？苏婉，又是他。明天本仙女要用这间丹房里面那2个杂叶，抬起头来。不急，总有一天我会站在他面前，让他再也不敢用那种语气说话。这枚灵物是倏然师姐赠予我的，一直舍不得动用。这药香怎么浓成这样？4文极品固脉丹，比倏然师姐给我时至少强了3个档次。灵骨、聚气丹、固脉丹，规律很清楚了。只要放进铜盆过夜，全部变成4文极品。5行灵根修炼慢，但极品丹药的药效是普通丹药的数倍，两相抵消，我未必比丹灵根差，甚至更快。这气息，金丹气。宣阳师伯到。炉子备好了没有？回师伯，3号丹炉已清洗完毕，炉温正在预热。今天炼制丹药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添柴控火，谁来？就你。过来。会控火吗？会一些，一些就够了。我说加你就加，说停你就停，别自作主张。是。紫纹果的成色不对，纹路模糊，颜色偏淡，只是中品。库房就剩这批货了，凑合用吧。主要在灵气汇聚到第3层时投入，辅材分3次，间隔7息，火力先猛后缓，丹成前半刻分钟，温度要匀速下降。2文，可惜了。若有上品紫纹果，这炉至少3文，中品的火力撑不起来，到最后凝纹上差了一口气。上品紫纹果，记住了。你添柴的节奏谁教的？没人教，就是看着炉温调的。这小杂役倒有几分灵性。师伯夸你呢，难得。聚气丹的配方、火候、时机全记下了。如果有上品紫纹果，不，现在想这些太早。苏婉来了，都让开。本仙子今天用1号炉。仙子，1号炉昨天刚用过，还没……我说用就用，废话这么多。涂料节奏不稳，火候也没压住。废物，这药材是不是受潮了？谁负责备料的？回仙子，是我。药材品质这么差，是不是故意的？仙子，这批药材是库房统一发放的，品质确实只有中品。不能动，他筑基后期，现在冲出去只会连累陈墨哥。忍。一文下品，废物丹房，废物杂役，连累本仙子浪费材料。没事，
老毛病了，他每次炼不好丹都这样。一文聚气丹，他不要的东西，对我来说却是宝贝。吃了能缓解伤势。哪儿来的？捡到的。这药效，别声张，小心些，别让人发现你有好东西。果然，一文废丹，一夜之后4文极品，5条经脉同时被灌注，按这个速度，聚气一层近在咫尺。苏婉今天还要来，他昨天回去被他师父骂了，说浪费药材。他来了。凝神丹，仙子，凝神丹配方复杂，对火候要求极高，是否需要？需要你教我炼丹？你站在那里做什么？仙子，我在整理。是不是你的晦气影响了我炼丹？仙子，我……站住！脏了我的眼！陈默哥，陈默哥，你别睡！小风，我在，你别说话，我去找人。别冲动，你还小，活下去。不行，我去找丹师。回去。他快不行了，求求你们找个丹师来。苏婉仙子吩咐过，丹房事故不许声张。你们看不见他在，你们看不到吗？陈默哥，你撑住，撑到天黑，还活着就有办法。玄清真人，苏婉的祖父，金丹后期长老，他来了。他是来救人的，真人，他伤得很重，求您。丹房事故，意外身亡，你把尸体抬出去埋了。那一指不是救人，陈默哥刚才还有呼吸，是他亲手掐断的。灭口，他在灭口。陈默哥，你教我认字，教我修行，教我做人，我全记住了。玄清、苏婉、此仇，我记下了。玄清能对陈默哥灭口，就不会留一个活的目击者，他一定会来处理我。明天这批废料要送下山，谁跟车？明天白天有一批废料送下山，跟着那批废料混出去是唯一的窗口。玄清不会对一个废灵根丧手，但不会和绝对不会之间隔着一条命。大半夜的，谁啊？赵管事，我身体撑不住了，想申请调离。那个废灵根的林什么来着？林峰。行，滚吧滚吧，少个人少份灵骨开支，正好，别挡道。我还要睡回笼觉。我会回来的。令牌颁定账户余额87点贡献点，基础灵骨10点余分量，最低等时事月租7点。你这点家底省着用，能撑3个月。灵骨要3个月的料，时事租一件。丙区37号，自己找去，别闹事儿，别欠租，到期不续自动清退。又一个来混日子的废物。废物，3个月后再看。够了，有这个就够了。成了。
沉默教的土办法，研磨成粉，灵液调和，搓成丸子。好，管用。五行灵根，灵气入体被5条经脉均分，别人1刻钟吸收完，我要小半个时辰。但普通弟子用的丹药，灵力含量是1，我的极品灵骨丸含量至少是10，我的实际修行速度是普通外门弟子的2倍。五行废灵根，30天，灵气积累到临界点了，突破了。聚气1层，5个属性同时蓄力，总灵力量是丹灵根同阶的5倍。现在最缺的是功法、法术，还有灵石。该出去了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接，白天攒贡献点，夜里用聚宝盆强化灵骨。嘿，小子，你这灵骨哪儿来的？品质不错啊！家传的种植手法比普通灵骨好一点点。多少一斤？市价1.5倍。嘿，嘿，每次只出少量，换不同的人。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出现2次。购买一门最基础的法术了。不急，继续攒，等一个更好的机会。火系法术，火灵力，咱们外门有几个火灵根的？这活怕是没人能接。喂，你有火灵力？下一个。火灵力太燥，不行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控制力不够，下一个。哪一脉的？无脉散修，外门杂役，火灵力什么品阶？聚气1层。竟然强行破开死皮，冒出了一截生机盎然的青绿小芽。你的火灵力纯度极高，控制力也好。聚气1层，就这，他那火灵力怎么回事？录用了。五行灵根的火属性只占1/5，正因为少，反而纯。这笔账我早就算过了。焚心花，2品灵药，花粉可入丹，1两能卖15块灵石。整个灵草原最值钱的就是这片田。少说300株。你的活很简单，每天用火灵力温养花田2个时辰，采集成熟花粉，记录生长数据，月封30枚灵石，另外每月30斤灵骨，做满3个月赠初阶火系法术焰息诀。还有一条，花田灵气浓郁，你可以在工作间隙打坐修炼，不限时。这才是真正的重点。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完美，从今天起再也不用担心被人察觉了。聚气2层突破，聚气3层，不能让人看出来。你这片田的花比我那边精神多了，怎么养的？按册子上写的做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切，藏着掖着。这批焚心花在你手里长势比往年好3成。弟子只是按册子上的法子做，不敢居功。不卑不亢，踏实做事。灵草原需要的就是这种人。长老夸人可不多见，你小子行啊！对了，你是什么灵根来着？五行全属性。怪不得五行灵根修行是慢，但对药材培有天然优势。五行灵气平衡，灵草吸收起来没有排斥反应，难怪焚心花在你手里长得好。五行平衡，没有排斥反应，那炼丹呢？丹方需要多种属性灵力配合，丹灵根修士只能靠阵法辅助，而我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没有丹炉，没有丹方，但这条路走得通。97块，
够了，一门中阶功法，加一支最基础的炼丹炉，但青石城太远，靠脚走要7天，外门弟子没有飞行法器。下月初3，我带一批焚心花粉去青石城坊市出货，量大，我一个人搬不过来，你跟我走一趟，帮忙压货，来回管吃住，另算5块灵石跑腿费。青石城坊市都卖什么？什么都有，功法、丹药、法器、灵兽、矿石，只要你有灵石，没有买不到的东西。怎么，想逛逛？想买一门炼神功法。炼神功法？你要炼丹？有这个打算。行啊，那就说定了。初3卯时，灵草原门口集合。对了，青石城鱼龙混杂，散修、赏金猎人什么都有。你小子修为低，到了那边紧跟着我，别乱跑。明白。一门中阶炼神功法，一支炼丹炉。来得挺早，睡不着，走吧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第一次出来，看个新鲜。等到了青石城，有你看的。这就是青石城，比想象中大10倍不止。货没问题，结清了。跑腿费拿好，剩下半天自由活动，有事前回客栈。旧书摊，功法阁里炼神功法最便宜200灵石起步。观香法门以5行灵气为引，凝练神念。前3章完整，第4章断了，后面全没。但前3章够用到聚气巅峰。3块灵石，缺了一半，2块。爱买不买，后头那位也在看。3块就3块，前3章足够用到聚气巅峰，缺的第4章是筑基期的，现在根本用不上。3块灵石，血赚。观想之法，闭目内视，将灵气引入眉心，以特定路线循环冲刷神念。关键在于灵气属性，单一属性容易造成神念偏枯。没有排斥，没有冲突，5种灵气自己就交织到一起了。5行灵气平衡，没有排斥反应。修行慢是慢，但在某些特定领域，这根废物灵根反而是最优解。特定领域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3丈，聚气3层的修士，神念外放通常不超过1丈，我已经是正常水平的3倍。隔壁老周，聚气1层，灵气稀薄；对面张大牛，聚气2层，比老周强些，但也有限。沈宁，聚气6层，清明长老的亲传弟子，也不过聚气6层，比我高3个小境界而已。每一株灵草的生长状态，每一只灵虫的轨迹，空气中灵气浓度的变化，全在掌握之上。够了，可以炼丹了。一瓶上品焚心花粉，仿市价600灵石。下次还有，随时欢迎。神磊还在百草阁跟人扯皮，不会注意到我消失了1刻钟。2品青铜炼丹炉，200灵石，基础款，够用。3套聚气丹药材，150灵石，灵芝草、火髓花、冰蚕丝、玄腿粉、木灵叶，5行俱全。青鸾纸鸢，50灵石，百里传音，以防万一。剩余200灵石留作备用，600灵石花的1块不剩，但值。不是放人闯入，只是让路过的人下意识忽略这个方向。炼丹之始，先养炉温，急火伤炉，缓火无功。陈墨哥，
你教我的东西，今天用起来了。时息，药力扩散均匀了，该投第二位。稳住！完了，涂料时机偏早，灵芝草还没完全化开，火力转换太猛，文火到无火之间没有过渡，收丹时神念松了。成了，再凝聚。3套药材放进聚宝盆，次日变成30套。别人倾家荡产只够试3次，我有30次机会。废丹还差一步。我能看见了，不是靠经验判断，是神念直接感知。灵芝草的木属性偏左，火髓花的火属性偏右，冰蚕丝的水属性沉底，玄铁粉的金属性浮顶，木灵叶居中调和，五行俱全，和我的灵根一模一样。别人炼丹是闭着眼摸索，我是睁着眼做。收！下品聚气丹，品质最低，但成了。4文极品聚气丹，好，聚气3层巅峰。1粒丹药，顶别人苦修半年。仿试普通丹师的水平是1/10，我一个从没拜过师的杂役，2个月就超了。陈墨哥，你教的那些口诀，配上我这5行灵根，效果比你想的还好。单灵根丹师只能感知1种属性的药料变化，其余4种全靠经验，而我5种属性同时在神念中一览无余，不是天赋差，是天赋错配。5行灵根修炼慢，但炼丹天生就是感知。聚气5层，神念外放30丈。体质经极品灵液反复浸泡，堪比炼体3层。而在所有人眼中，我还是那个废灵根杂役。灵压压制到3层外显，任何人探查得到的结果都是聚气3层，5行杂灵根，废物一个。林峰，你最近是不是背着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看你天天半夜不睡觉，往北边跑，拉肚子。别糊弄我。我上次跟过去，看见那边有火光，你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藏那儿？周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1个月就3块灵石的俸了。这个储物袋是专门准备的展示用，真正的储物袋贴在腰线内侧，外衣一遮，谁也看不见。炼丹频率从3天1次改为5天1次，时间从深夜提前到黄昏。那个时段老周雷打不动睡觉。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聚气5层就能报名，门槛这么低啊？低什么低？你到5层了吗？那倒没有。听说这次是紫霞峰的陈长老主持，考核内容跟往年不一样。那不是灵草园的杂役吗？他来看选拔告示干嘛？谁知道呢？废灵根也想做梦吧？笑吧！30粒4文极品聚气丹，聚气5层的修为，30丈的神念，3个月后。让你们笑不出来。林峰，你是？师兄让我带句话，他说该回来了。是吗？陈墨哥，我准备好了。3个月后，内门选拔大考。林峰师兄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什么林峰。师兄说你会这么说，他还说3月后的选拔别藏着了。我叫赵元，流云阁的，记住就行。3年没联系，突然传话，计划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，3个月足够了。那不是灵草园的杂役吗？他也来选拔。3年了，这种话听过几百遍。5行杂灵根，聚气5层，没错。你确定没搞错？
行吧，符合条件，甲字场最后一组。五行灵根修炼效率只有单灵根的1/5，上去就是送。推到5层有什么用？笑吧，笑够了，就该看戏了。第一关灵力测试，手按上去，灵力灌入，达到标准线即为通过。五行同时运转，只放金属性1/5，过，刚好及格。就这，还不如回去种花。够了，不需要更多。第二关技能考核，展示一门特长，不限类型，阵法、炼器、炼丹、符箓皆可，限时1炷香。林峰，你选什么？炼丹。丹堂正式弟子都要筑基期才能入门，怕不是连丹炉都没摸过。1炷香，开始。这套动作，我在石洞里重复了上千次。木生火，火生土，金克木每一切换对应次药性转化的节点。那个火候控制怎么可能这么稳？这不是聚气5层该有的水平。考核完毕。二文中品，成丹率100%。这火候控制比丹堂的正式丹师都稳，你跟谁学的？自学。五行杂灵根，聚气5层，自学炼丹，100%成丹率。五行灵根对丹道而言并非废灵根，恰恰相反，五行齐全意味着能调控所有属性药材，这是单灵根丹师永远做不到的事。此子炼丹天赋极高，破格录取。第一步完成。第3关实战对决。废物灵根，认输吧，免得受伤。我出手没轻没重的，装什么哑巴？炼丹厉害有什么用？开始！神念锁定灵力运转轨迹，出招方向、时机、力度，全部提前判断。什么？啊！3招够了。3年，从被踩在脚上的那天算起，整整3年。林峰是吧？我是流云阁月瑶，你的炼丹天赋很有意思。愿意拜入我门下吗？收好，3品洞府钥匙，1年份内门资源配额都在里面。弟子谢师尊。碧云心经，我亲自为你选的，不是最强的功法，但最适合你。经文脉络清晰，运转路线平和中正。五行灵根修士走这条路，根基扎得最稳，别人急不来的东西，你能稳稳拿住。弟子明白，师尊，弟子们都到了。这是你们新师弟林峰，排行第9，往后同门相处，多照应。9师弟好，我是宋远，有事尽管找我。多谢大师兄。客气归客气，没人真把我当回事。五行灵根嘛，能理解。师尊怎么想的？五行灵根收进来，能教出什么名堂？师尊做事自有道理，别多嘴。全听见了，无所谓。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。苏婉，月瑶师叔新收的弟子，五行灵根，流云阁的门槛越来越低了。他没认出我，3年前那个瘦弱的杂役，在他眼里根本不是同一个人。走了。
月瑶师妹眼光独到，连废灵根都收。玄清师兄管好自己门下便是，我流云阁的事不劳费心。不是时候，不代表没有那天。玄清一脉在宗门势力最大，他门下弟子占了内门近半数，你暂时不要与他们起冲突，安心修炼，实力才是根本。等你金丹有望的那天，谁也不敢轻视你。师尊说的对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看清楚，木属性灵力催生药性，火属性控温，水属性调和，金属性凝练，土属性稳固丹形，五行轮转，一气呵成，这是你独有的优势，单属性灵根做不到。弟子记住了。记住不够，这一炉重来，火候差了半息。这孩子心性沉稳的不像这个年纪。但对外只展示5层。九师弟，修为到哪儿了？聚气5层，进进缓慢，让大师兄见笑了。五行灵根嘛，慢点正常，别急，跟着师尊好好学丹道，将来也是一条路。大师兄说的是慢，再给我3个月，聚气9层都未必是终点。九师弟，有人找你。谁？紫霞峰苏婉师姐派人传的话，让你明日去紫霞峰丹房为她炼一炉聚气丹。原话是让那个新来的九师弟，人家点名要你呢。我要是你就乖乖去，玄清真人的亲传弟子，得罪不起。苏婉，他不是来找我炼丹的，一个聚气期的新弟子，凭什么替金丹真人的亲传炼丹？这是立威，是踩着流云阁的脸面给玄清一脉长脸。苏婉师姐要丹，那就给她一炉好丹，绝对不是微小的，而是像刀锋出鞘般带着致命的冰冷刀光，好到让她睡不着觉的那种。苏婉师姐要丹，给她一炉好丹倒也不难，可这不是炼丹的事。今天我去了，明天她让我扫地，夏天让我端茶，整个紫霞峰的人都能差遣我。不去，你就是流云阁新来的九师弟，苏婉师姐让你去紫霞峰丹房，怎么还没动身？愣着干什么？快走，师姐等着呢。请转告苏婉师姐，林峰是流云阁亲传弟子，并非紫霞峰杂役，无义务为师姐私人炼丹。你说什么？你一个五行废灵根，师姐看得起你才让你炼丹，你还敢？话已带到。好，你等着。他疯了，那可是苏婉师姐。一个废灵根的东西，给他脸了。去请祖父。来了。师弟，祖父让我转告你，玄阴谷中有一株2本灵药需要采集，你火灵力纯净，最适合此任务。这是玄清长老的法旨，师弟不会拒绝吧？长老法旨，拒绝就是抗命，轻则杖责，重则逐出宗门。好，玄阴谷阴暗潮湿，灵气混乱，让一个聚气6层的弟子去那种地方采2品灵药。6张极品防御符箓，每一张能扛住筑基初期的全力一击。够不够？不知道，但这是我能做的全部准备。没有灵药的气息，一株都没有。筑基期要寿，快，太快了！是苏婉。玄清师兄，你的法旨差点要了我弟子的命。什么法旨？我何时下过这种命令？婉儿，怎么回事？是弟子一时糊涂，私自伪造了祖父的法旨，想给那位师弟一个教训，定子知错。伪造法旨，一个聚气期的弟子能伪造金丹期修士的灵力印记？荒唐！从今日起，闭门思过3日，不得外出。
月瑶师妹，是我管教不严，让你受惊了。此事到此为止，如何？从今以后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单独离开碧轩峰。是。3日4过，这就是实力不够的代价。师尊，星河秘境30年一开，2月后起，聚气期弟子可报名参加。我要去。先处理伤口。星河秘境30年开一次，但每次开启都有人死在里面。宗门不干预秘境内的任何争斗，生死自负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现在连一只筑基期的蝎子都应付不了，进去就是送死。你什么时候？半个月前突破的，聚气7层，没来得及禀报师尊。2个月，我把能教的全教给你。岩遁术你已经入门，接下来接金刚符阵和困兽诀。苏婉会去，她是玄清的孙女，从小浸泡在丹药和法器里，秘境里修为压制到聚气10层，但她的底蕴不是普通弟子能比的。我明白。活着回来，这是命令。是。修为目标2月内冲击聚气8层，装备目标防御符箓至少10枚。苏婉，聚气10层压制，法器众多，身边有人，正面硬拼是死路，要赢只能用信息差。送给小风，好好学，别浪费药材。2个月。聚宝盆，这次也不会让我失望吧？极品。6枚极品聚气丹，够用了。起来。火系追踪法术，灵力化形为火雀，锁定目标后自动追击。你火型丹田够用，先练这个。废话少说，做。灵力不够集中，五行丹田在互相干扰。停！你的问题在分流，五行丹田同时运转，火型灵力被其他4行稀释。闭嘴听！别人修火系法术，全身灵力都是火，你不行，你得学会关门，其他4行丹田暂时封住，只留火型。第1天就这样，明天教你撼山棍法。对了，你那个5行切换的毛病，别急着改，等你把每种属性法术都练熟了，这反而是你最大的杀手锏。杀手锏。4种属性，切换间隔不到半息。你这速度不对。普通5行灵根切换属性至少要3息缓冲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练的。练能练出来。行，不管你用了什么法子，结果是好的。4门法术全部小成，比我预期快了1倍。晚上别熬太晚。他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。飞剑成了。明面上的实力让他们看到，暗处的底牌留给苏婉。冰系修士，聚气10层，远程攻击为主，和苏婉一样。打我！不错，先手试探而非全力输出，继续。
比我预想的好得多。秘境中保命第一，机缘第二，遇到打不过的，立刻用逃遁符撤，不要逞强。明白。还有，苏婉那边能赢就赢，赢不了别纠缠。活着回来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等你回来吃饭。师尊，我会回来的。极品飞剑翠玉盾，防御符20张，攻击符10张，逃遁符5张，极品聚气丹6枚，淬体散4份，解毒丹1份。沉默哥，等我。碧云峰就来了一个人，月瑶真人的独苗嘛，听说才聚气7层。3枚玉佩，加上手腕镯子，至少4件法器。冰系修士，远程为主，身边8个人，最低聚气8层。够了，记住了。所有人进阵。很好，认不出来最好。北面核心区域在正北。闭眼毒蝶，磷粉沾肉极符，地图上标注过，构筑坚不可摧的冰火双重防御壁垒。火星凌厉，逼入右臂。毒素，断体。保命第一，机缘第二。师尊的话，但机缘就在眼前，不看一眼，说不过去。万毒退体诀，天阶功法。好。炎玉断体诀，第一层禁火淬骨，2步功法运转路线，一个走经脉外侧，一个走经脉内侧，完美互补，同修不冲突。聚气气的法术，应该伤不了我了。2阶妖兽，一拳毙命，判断没错。紫金果，聚气丹的核心主材，7颗。将聚宝盆强化后，足够炼解石炉极品聚气丹。筑基的路一下子宽了10倍不止。够了，该去找他了。飞剑完好，淬玉盾完好，防御符剩15张，攻击符8张，逃遁符5张未动，聚气丹4枚，赤焰果1株备用。紫金果7颗，苏婉冰系修士，远程为主4件法器，身边至少8个聚气8层以上的同伴，正面硬拼。我现在能扛住他的攻击，但8个人一起上就难说了，得把他和同伴分开，或者等他落单。核心区域在正北，有随灵叶，苏婉的目标大概率也是那里。紫霞峰不可能放过，不急。储物看似待交出来，饶你一命。哼，走。4个人，不是8个，身边只剩3个同伴了，另外4个分散了，还是已经折损。不急，让你再多活几天。核心区域的方向和他离开的方向，夹角不超过30度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5人合围，不是偶遇。林峰，你以为换了身份我就认不出你了？当年紫霞峰那个挑水的小杂族，我可一直记得，瘦得跟竹竿似的，天不亮就去后山打水，打完还得给师兄们洗衣裳。祖父说过，留着你迟早是祸患，今天就在这里解决。认出来了，那正好，省得我找你。苏婉，我问你一件事，我父亲林啸山真的是死于妖兽？
你还不知道，林啸山那个废物不过是得罪了我，我随手放了一只赤尾毒蝎，将他吞了个干净。赤尾毒蝎，3阶妖兽，父亲聚气5层，连逃的机会都没有。至于你母亲嘛，她跑来紫霞峰要说法，被祖父一掌拍碎了心脉，死之前还在喊你的名字，挺吵的。你父亲死前还在求饶呢，说什么放过我儿子，真是可笑。还有那个叫沉默的杂役，不过是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顺手处理掉罢了。你们这些低阶蝼蚁的命，连一株灵草都不如。沉默，每天偷偷给我留半个馒头的人，怎么哭了？早该认命的，生在低处就别好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你们每一个都要为此付出代价。一起上！不可能！一拳，聚气6层的师弟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苏婉，别愣着！千里冰封，这千里冰封连4阶妖兽都能冻住。3个月前或许可以，现在不行了。柳柔，合击！他的肉身怎么这么强？这不是聚气期该有的。去死吧！底牌用完了。你不能动我，我祖父是金丹期，你动我一下试试。你祖父，他的账我迟早会算。爹，娘，沉默哥，大仇报了一半，还剩玄清那个老东西。救命！跑啊，继续跑啊，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！不关我的事，现在应该尽快离开秘境，趁玄清还不知道消息。是吧？我今天多拿了一个。沉默当年也是这样没的，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不关自己的事。跑什么跑？这秘境里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滚！还挺有脾气。手放下。哪儿来的愣头青？想英雄救美？我再说一次，走或者倒下，你们选。紫霞宗的哪儿来的野兽？滚远点，让开路！大家当没见过。哼，不识好歹！老三，连他一起收拾。周大哥，这威力还要试？多谢，你是紫霞宗的。先治伤。苏清寒，天眼阁长老之女。天眼阁的人追杀天眼阁长老的女儿。内门弟子顾言看上了我，我拒了他3次，他面子挂不住，趁秘境没人管，派人来教训。能走吗？秘境快关了。能。你叫什么？林峰。聚气几层？7层。聚气7层，打退聚气9层的修士。你那符箓不是普通物色。运气好，得了些机缘。我听说过你，
五行灵根，紫霞宗外门弟子，能走到今天，你付出的比任何人都多。有些事不努力就活不下去。这股灵压筑基后期，是玄清，他在外面堵门。这是筑基后期堵门的，撑得过去吗？再不出去，空间乱流会把所有人搅碎，没有退路了。跟紧我。林峰，你害了婉儿，今日我要你付出代价。没有废话的余地，先打乱他的判断。就这点本事，你以为凭几张破符？聚宝盆强化过的筑基级道符，3张合一，去吧。不可！灵力好紧了，快，没时间了，他的人马上就到。易容丹吃下去，换上这套衣服，跟我混进天眼阁的船队。你要脸还是要命？爹、娘、陈默哥，寨清了。林峰，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吗？玄清是夹宗长老，死在秘境门都会彻查。你一个外门弟子，消失在秘境里。所以我现在是天眼阁的人，至少暂时是。你倒是冷静。紫霞宗的巡查船队，苏师妹，紫霞宗的人要登船搜查，说是在找一个凶手。搜查天眼阁的非洲，紫霞宗凭什么搜？苏师妹，他们说是奉宗主令。宗主令管得了天眼阁？让他们的领队来跟我说，我倒要问问天眼阁什么时候需要接受紫霞宗的盘查了。如果他们强行登船，天眼阁的面子他们暂时还不敢不给。我欠你一条命。你救了我在先，扯平了。林峰，执法殿传唤。该来的总会来，关键在于他们能证明什么。就是他，就是林峰！我亲眼看到他与苏婉师姐交手，苏婉师姐就是死在他手里的。林峰，玄阴谷弟子赵元指认你在秘境中害了苏婉，你可有话？回禀长老，弟子有话要说。说。赵元师兄，你说亲眼看到我与苏婉师姐交手，那我问你，苏婉师姐是什么修为？聚气11层。我呢？你聚气7层。执法长老明鉴，苏婉师姐聚气11层，我林峰聚气7层，五行灵根整整差了4层。请问我如何能斩杀比我高4层的修士？你用了诡计！我还没说完。玄清长老筑基后期，赵元师兄的意思，我一个聚气7层的废灵根弟子，不但击败了聚气11层的苏婉师姐，还越级打败了筑基后期的长老。诸位觉得这可能吗？我亲眼看到的，我不会认错。你亲眼看到了什么？秘境中灵气混乱，视野受限。你当时在什么位置？距离多远？我在30丈外。30丈外灵气乱流中，你能看清一个人的脸？而且，赵元师兄自己也承认，当时被人击昏。你昏迷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我有话说。林峰是我亲传弟子，秘境期间，我通过师徒心印感知他的位置，他一直在秘境外围区域活动，从未进入中层。月瑶师妹，你确定？确定。他是他师父，当然帮他说话。此事证据不足，不可妄断。玄清之死，或为秘境中其他势力所为，着执法殿继续调查，不得为难林峰。过了。我不问你在秘境中做了什么，但从今以后你要更加小心。玄阴谷的人不会善罢甘休，没有证据，他们暂时动不了你。暂时2字，你听清楚了。
弟子明白。随灵液整整3滴，秘境中最大的收获。最危险的关卡已经过了，接下来该突破了。聚气7层的壁障裂了。聚气8层就这么破了。80丈，筑基初期的修士，神念也不过如此。御剑飞行，2品阵法，多件法器同时操控，这些筑基期才能做的事，留着以防万一。按宗门规矩，秘境收获上交1半，但这个1半，哼，数量够多，价值有限，面子里子都过得去。至于这些，不存在。聚气8层了，侥幸突破。宗门额外奖励500贡献点，去藏经阁自行兑换。多谢师兄。500贡献点够兑换不少炼丹材料了。林师弟，帮我炼一炉培元丹呗，材料我自备，报酬好商量。林峰，我这儿有株百年黄金，能不能帮忙炼成固本丹？排队，材料自备，规矩不变，我只出中品。中品就够了，上次找外面散修炼，10炉才出1炉下品，中品培元丹，这手艺比宗门丹房的陈师叔都不差了。中品而已，极品丹药全部留给自己。聚气9层，不远了。8层了，从秘境回来不到1个月。弟子运气好，在秘境中得了些机缘。3门筑基期法术的基础篇，1套2品阵法布阵心得，先看着，不懂来问我。多谢师父。你的进步速度已经超出我的预期，但越是如此越要稳，根基不牢，走得再快也是空中楼阁。弟子省得，3个月内冲击聚气9层，半年内尝试筑基，前提是没人来搅局。天眼阁的传讯符，别来无恙，我已安全回到天眼阁。顾言暂时不敢再动我，近日得闲，想来紫霞宗看你，可否？苏清寒。什么时候开始，会因为一个人的来信，就可来？这气息不是那门弟子，是执法殿的人。林峰师弟，执法殿有请，天眼阁顾岩长老亲至，指明要见你。来了。你就是林峰？哼，废物！有事，苏清寒是我的人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否则什么？我给你面子，你别不识抬举。站住！我很忙，没空陪你聊天。你要找苏清寒，去天眼阁找，来我紫霞宗撒野。问过我师父没有？啊！这人胆子也太大了。啊！那是谁？天眼阁的人，苏清寒，天眼阁苏长老的女儿。她来紫霞宗做什么？你比秘境中看起来精神多了。吃得好，睡得好，自然精神。顾言前几日来过，来了，说了几句废话就走了。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冰魄谷和天眼阁的联姻，是2家老祖早年定下的意向。顾言是冰魄谷这一代唯一的天才，整个冰魄谷都在捧着他。我一个长老之女，根本抗衡不了这种力量。若非你在秘境中救我，我恐怕已经被送去冰魄谷了。以后不会了，谁要动你，我不答应。我信你。这是……我想正式跟你定下来。我愿意等你，但我们的事需要外祖父点头，他是天眼阁的掌权者。那就问，
林峰若能修至金丹期，证明他有资格保护清寒，老夫便允这门亲事。在此之前，可先定下婚约。金丹期，五行灵根修士能走到筑基就已经是极限了，这个条件行。既然双方情愿，长辈也已应允，我岳瑶今日为证。金丹期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弟子想得很清楚。林峰跟天眼阁苏清寒定亲了，那个五行灵根的林峰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？人家苏清寒什么身份？他配吗？哎，你还别说，人家岳瑶真人亲自做的见证，你算老几？金丹期，别人觉得不可能，但我有聚宝盆。